欢迎收看《关键时刻》。刚刚我们上一节有提到了，现在美国的每一把刀都刺向了中国，包括了 TikTok 50%的股权，通通归向我美国的企业。另外，这个关税持续增加之下，甚至 X 未来会不会进攻到中国呢？现在步步进逼之下，习近平能够去做一个阻挡吗？而现在川普知道，除了前面的这些杀招之外，他后面还隐藏最大的是 AI。AI 就是未来的国力指标，国力需要算力，算力需要电力。川普的行政命令讲得非常明白，绿电没有用了，他没办法追上。你去挖石油吧，你去挖天然气吧。而现在川普上任，我刚刚提到最关键就是 AI 需要电力之外，它还需要军火商，而军火商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一群大老板们。大老板们能够成为现在美国最重要的依靠吗？好，这节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航太博士傅鹤龄，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王瑞德，大家好。好，聪哥，我们刚刚提到了 TikTok 杀，对，我就觉得已经够狠了，还打电话给人家说，哎呀，兄弟啊，我要先来杀你喽，怎么样？一步一步来，是，但不一样了。对，他现在要把中国往死里踩，他直接讲开采能源，开采能源背后就是因为要发展 AI，对，发展 AI 需要很庞大的电力，需要庞大的电力。它还需要很多的军火商啊，是军火商这一张照片里面，通通都是美国最信赖、最棒的军火商。对，没错。像这个目前为止，川普的杀招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杀你中国的这个产业，对不对？第二这是什么？发展我美国自己的产业，特别是在 AI 产业里面。像川普大家就说，我上任的第一天，就明天，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他会签洋洋洒洒的数百条的这个行政命令。这数百条行政命令里面跟 AI 相关的有几个？第一个，他说他要允许厂商呢尽快的投资 AI， 对。再来说，他松绑所有能源，那关是跟这个所谓能源相关，我都要松绑。然后你可以开采什么？美国的石油、天然气，你们要开采多少？你们尽量挖吧。对，那因为你石油、天然气开得多的话，电价就会下跌嘛，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我还核准所谓核能电力，所以看起来的话，他是要发展美国的 AI 产业，因为他知道，你看。他就说什么 AI 是一种超能力，令人警惕。AI 普及不可避免，美国需要以中国展开竞争，所以就说他知道我在未来的中美的竞争里面，我要在 AI 把你中国二楼对。好，那二楼对我电有啦，然后我要这个厂商投资都有了之后，但是我要什么呢？我要做出 AI 的东西啊！那 AI 的东西是在哪里呢？我们给大家看了，上礼拜六的时候，大家不是注意到吗？以黄仁勋站在蹲在中间，旁边围绕了很多台湾的这个大老板来说啊，这就是美国未来的 AI 的这个产业链，军火商就在这个地方。就你看台湾的，包括今天的，你看今天非常有意思哦，你只要在今天的这张照片里面有出现的。股价大概90%的公司全部都是大涨的一个状况，那没有在这里面的话，当然就是独憔悴的一个局面嘛。所以这告诉你什么？告诉你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个所谓 AI 产业链，绝对会在未来美国的产业链里面扮演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这个角色。这个角色一定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关于台积电的问题，台积电是重中之重。没错，原本前面还在说。美国川普一上任会砍台积电，但现在我们闻到了，我们嗅到这风向有点不太一样。对，没错。虽然说我们台积电的这个魏哲家董事长说不会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啦，不过这大家都很关心说，那我们未来台积电跟美国的关系到底会怎么样？好，我们从两个人的讲法，第一个是黄仁昭是他们的这个财务长就说了，因为台积电的这个厂越建越多嘛，所以在川普政府之下会逐步到位。目前为止，台积电应该已经有拿到15亿美金左右的补贴，那另外还有50亿美金，他认为说应该会来的，川普还是会继续给这个台积电，所以看起来的话，晶片法案的补贴持续还是很顺利呢，对，还会在进行之中。另外第二个，台积电的这个魏哲家董事长说什么？台积电呢跟美国未来的政府有很好的沟通，而且获得联邦、州还有地方层级的这个支持，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他认为说，跟川普的沟通是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的。甚至我们不是讲吗？台积电在美国的这个卡西迪呢，他目前为止这个美国的这个总裁，他也是常常会跟美国官方接触嘛。那甚至这几天不是传出一个消息吗？传出就是因为有没有美国的这个 Intel。不是目前为止在风雨飘摇之中吗？那这个礼拜的时候，听说啊，有非常多的大企业老板飞到海湖庄园附近，这里面有高通的老板，甚至还有伊隆马斯克等等。听说他们要去买这个 Intel 这家公司，所以就是买 Intel 这家公司，让人家担心说，难道台积电未来这个 Intel 会变成是台积电一个非常重要的威胁吗？所以我跟他讲，大家可能不用担心，为什么？
因为说真的 ，Intel 目前的窟窿太大。如果假设伊隆马斯克买下来的话，他还是要跟台积电互相合作。所以看起来的话，我觉得短期间之内来说，台湾在美国 AI 产业里面来说，还是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非常顺得下去啊。对，没错。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为什么美国要发展这个 AI？我们给大家看几个问题。第一个，你看。因为目前为止，美国公布了非常多的这个 AI 未来的发展的这个状况。我们目前为止，在整个 AI 的这个领域里面 ，ChatGPT 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司。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只有语言模型嘛。但 ChatGPT 呢，居然有一个他们的这个工程师呢，他在网络上传了一个影片，大家仔细来看哦，这是什么呢？这是有一个 AI 步枪。它是什么？它可以说，比如说我要打黑色的，然后就开始，它就把黑色的气球一个一个打掉。这是完全的 AI 步枪。对，没错。你看，我可以判断出说是黑色的球，而且我可以把 AI 的这个黑色的球把它击毙。另外一个蓝色的球，好，那你看，它就开始在瞄准蓝色的球，开始打嘛，对不对？那打完了之后，你看它会怎样？它还会把这个蓝色的球抛出去。那你看，它就这个步枪呢，就真的。一直针对这个蓝色的球一直打，然后还有黄色的球这样打，所以你看，甚至告诉你什么？我可以用 AI 步枪，我还知道什么颜色什么样，所以我可以锁定什么人嘛，什么人我都可以锁定嘛。所以你知道，事实上这个 AI 的这个步枪来说 ，ChatGPT 发表这个，虽然说了这个工程师没多久了，他就这个读取权限就被下架，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告诉你。这个 ChatGPT 它正在发展这样的一个状况。另外，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CES 这一次有出现一个新的这个机器，这个机器叫做7弹的这个监视器。这什么叫7弹的监视器呢？因为为什么？它这个监视器叫 Eve 的这个监视器，它可以放在家里面的门口。它怎么样呢？它可以看到说，如果假设今天赵尔你不是我的这个不是我家人，你跟我不认识的时候，你走进我们家人的时候，我看到这样，他会对你开这种所谓这个7弹啊。其实就打到你的身上。它除了监视器镜头之外，它还有开火的功能。对，因为它就是一个不欢迎的东西嘛。包括说，你看北美可能有非常多野生动物会闯进去，譬如说猫狗啦，或者说熊啦，它会对你开这个所谓开火，开火之后就把你驱赶走嘛，你就不会靠近我们家里面嘛。所以你看而且你知道你要说，我不是只有要7弹的时候，我可以换我的子弹，我可以换什么？我可以换什么催泪弹，还有各式各样的弹药，你都可以换，只要是不要造成这个，你要驱赶走就好，不要造成太大的杀伤力，这样就 OK 了。所以呢，这就是另外一种新的这个 AI 监视。未来如果真的有的话，那真的是这个让我们这个家里面的管理会更加的安全。另外还有什么？目前为止，美国的一家迷你苏打的这个玻璃公司呢，它还安装什么？它安装，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很多高楼上去的时候呢，我要安装这个玻璃的时候，事实上都要人工去安装，危险性很高。对，危险性，你可能在外面要架一个平台啦，然后架个平台之后，然后让这个工人在上面工作非常久。那通常呢，这种都很容易造成说人员坠落或是这种职灾会发生。但现在，他们就用这样一个机器人。机器人我就直接在楼上这个地方，我把这个机器人的手臂架好之后，你看它就可以伸到下面去，伸到下一楼去。我把我的这个玻璃的这个支架什么都装好之后呢，未来就可以把这个相关的这个玻璃再把它上架一个状况。你看，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这个整个效率变好，而且它的误差值非常好。因为用人工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误差，然后它的误差来说，你看正负值0.45公分左右，又做得更好，而且是更快速的一个状况。好，那除了这个所谓 AI 在做这个玻璃的这个装置之外，另外一个，我们知道，事实上我们很多人可能会在家里面种一些植物嘛，种个植物，譬如说，种个这个豆芽，种个小植物这样的。就比如现在还有什么？现在还有 AI 植物的这个温室胶囊这个东西。那这要干什么呢？因为我可以在家里面种菜或者种一些东西，那我只要在这个 AI 的我只要放进去后，你可能譬如说种木树芽，或者种一些这个有色的蔬菜，种下去没多久之后，你只要放水进去，还有所需要，它可能需要一些什么肥料放进去后，它就自己做之后，时间到之后，它就完全把它采收，你只要到了之后就把它拿出来吃就好。所以我跟你讲，目前为止来说，整个美国在 AI 产业领域发展的确是相当快速的一个状况。也难怪川普直接说 AI 就是国力，我一定要这样子打爆中国。对，好，那你要打爆中国，问题是中国怎么可能让你打爆，对不对？中国也想说你要发展，我也要发展嘛，所以我才说为什么他们会针对 AI， 现在2个国家在互相竞争嘛，哈。那于是你看，目前为止来说，中国就决定说，那我要调查你的美国的成熟制程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你调查我，我也要调查你，而情形，中国自出一个反制。但是我们来讲，事实上这个中国的这个机器人产业发展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在看这个画面是什么？这个画面是中国的宇树科技发表了一个机器狗叫 M2W 的这个演示影片。那这个影片来说的话，为什么我们大家会看到这个影片？这因为伊隆马斯克他自己转发这个。
他就说，你看然后他还注解说，它可以原地旋转。对，然后他说他注解说，未来的战争是无人机的战争，所以也就是说，你看，这就是一种无人机嘛。你看他的这个动作，我们说真的，过去我们看到这个波士顿动力公司很多东西，他做的不会比他们差。那你看它原地旋转，然后这个还有非常多，你看很多障碍物它都可以穿越，然后甚至可以跳2.8公尺，这个下来的话都不会受损。你看它在荒郊野外你说真的，你在上面给它装个这个机枪，装个这个炮弹，它就是一个攻击武器啊！而且我最 shock 的是它还可以载人啊！对啊，所以你知道它，因为它可以工作大概5个小时以上，然后最高时速大概20公里左右。那目前为止来说，中国的这个机器狗大概是109万，这个人民币大概这个约莫是15万美金左右。所以你看，这个真的比一个人都还要更加便宜，所以我才说。未来的话，中美之间都意识到这种未来的这个竞争，可能就是无人机、无人载具的互相的对抗。好，那我们讲除了 AI 你要发展起来的话，除了我们刚才讲到你要 AI 的晶片、AI 的这个相关供应链之外，另外很重要就是美国现在是举全国之力。我跟大家讲，你看光是微软今年它预期就要投资800亿美金的，那今年美国相关的投资来说话，应该会高达数百亿美金、数千亿美金以上都没有问题。另外就是因为投资这么多，那怎么办呢？因为目前为止来说的话，电力可能会变成这个相当大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川普不是任命一个叫做这个北达科大州的这个前州长吗？他叫能源沙皇吗？他未来就是准备了把所有的这个绿电不要之外，那核能你也可以开采，你也包括说像水这个所谓石油你也可以采，天然气你也可以开采，尽量挖。那为什么要达成什么？你看。他说：“如果没有机载电力，我们会在 AI 竞赛里面输给中国。如果我们在 AI 竞赛输给中国的话，这样直接影响我们的国家安全。所以就说，目前为止来说，川普上任之后，他会发一系列跟这个电力相关的这个行政命令，还有 AI 相关的行政命令，甚至一些相关的行政命令，目的在什么？目的在确保中国在这一场 AI 战争里面不会输给中国。好，那除了美国自己本身的努力之外，台湾的供应链绝对也是美国在赢这一场这个 AI 战争中不可或缺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来，廷辉，我们刚刚提到了，左边是 TikTok 部分杀，右边是 AI 部分，我要把你压在底下，好好的打。而现在呢，现在世界局势乱糟糟啊，有乌俄战争，有中东什么，但是现在看起来没有哦。他现在川普已经把所有路都已经直接排开喽。我承诺俄乌战争赶快来结束，中东战争现在目前看起来已经来停火。他现在唯一的事情是把这些都清掉之后，唯一就是要对战中国吗？对，你知道，其实川普1月20号这样上台之后呢，《时代》杂志已经做一个封面了。这个封面来讲的话，有一个很夸张的一个做法，就是说，一手一挥，把桌上的所有东西全部挥掉。那这个一挥掉啊，那你看到前面还有什么？还有一个眼镜，那个眼镜是拜登的，眼镜是拜登就把它挥掉。那什么意思呢？我把过往来讲拜登所惹下的一些事情呢，比如说俄乌战争、中东的这些这个冲突啊，基本上我都要把它结束掉。结束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集中全力来对付中国。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哦，现在俄乌战争已经在谈什么？就是说到底有哪些方案是属于马上可以解决掉的？当然，现在这个川普已经派了这个 Kellogg 哈，他担任所谓的特使，专门结束了，就准备在100天之内呢，是不是跟这个普丁能够见面，当面来谈这些事情？而现在英国跟法国也都动起来了，总共有什么？目前提出了这个3个方案，这3个方案来讲的话，是有可能在乌克兰境内来讲，比如说建立缓冲区，或者是说协助这个乌克兰进行空防等等之类，这些整体方案。都在什么？因为欧洲国家都在想说，我今天我穿回来了，这个我穿回来之后呢，会不会有可能卖掉欧洲？你知道吗？所以很多欧洲国家主动的跳出来说，我也要参与这样的一个谈判，避免说因为川普跟普丁之间有什么私下什么交易的情况之下，整个欧洲被卖掉。那现在来讲的话，对川普来讲也有一些好消息出现，比如说那个哈马斯竟然可以跟以色列谈好事情，19号就在川普要就职的前一天。竟然释放了3名的人质啊！这个其实是对川普来示好，你知道吗？这也就是代表说什么以哈之间的这个冲突呢，即将也宣告一定的结束了，而且中东可能就稳定下来。当俄乌稳定下来，中东稳定下来的时候，接下来当然川普就只有对付中国。那我们看到川普对付中国呢，怎么处理呢？其实刚上一节目也提到川普他本身来讲打电话给习近平这个动作其实就是要告诉习近平说贸易问题，第一阶段的贸易谈判的这个2000多亿的，你都还没付账，现在赶快付一付。另外 TikTok
刚刚提到 TikTok 直接就是收购它了，直接变成美国公司了。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川普基本上，你知道 TikTok 总共有这个美国用户有多少人吗？1.7亿人。然后今天如果马斯克这个 X 的出面，如果把这一个 TikTok 收购来讲，它也是会变成最大的。更重要的是什么东西 ？TikTok 当中有很多这个运算、演算的这些东西来讲的话，美国就可以掌握到相关的资讯了。好，来宇轩，我们刚刚提到为什么 TikTok 部分要杀得这么大？你今天你没有选择，你没有选择，你就是给我卖。如果你不卖，那你就完蛋了。为什么？因为你整个就是1兆美元之后变成一文不值。好，现在更担心的是什么？中国的所有 App 都已经兵临城下了。之前 TikTok 被禁之后，好多人出现逃难潮，哇！我要跑到哪里？不是跑到 Facebook， 不是跑到 IG， 我跑到小红书去了。对，所以美国人叫此路不由也，自有留爷处，搞不懂。本来想说 TikTok 为什么一定要全面封杀、全面禁止，因为里面有非常多的国安问题，或者是疑虑，很有可能把一些重要的机密放在上面的，所有就变成全部传到中国去。结果没想到呢，美国竟然干嘛不死心？你不给我用 TikTok， 我就用小红书。这个是谁 ？Come fly with me， 哇，多浪漫 ！Address， 它的地点是在美国，这是一个美国的这个女飞官哦，她所飞得起呢是这个 C 妖怪。结果没有想到呢，他的人数追踪蛮多的呢，还蛮多的哦，好几万哦，3万多。结果他干嘛？你光看他的大头照，我头就昏了。不是，他说抖音不行，那我去小红书，直接就把这个 C 妖怪的驾驶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连这个我们讲的显示器，通通都给拍进去。你以为只有这样吗？没完呢！我看完之后，我都觉得你 TikTok 进得好，小红书也该进。为什么？他把所有 C 妖怪，你看哦，这是他在里面的画面，然后呢，这是他空投的画面，这是他操作驾驶舱的画面，吓坏了。直接有网友就说：“哇 ，We all like to watch your video. You know, we don't see the video like that here, and we don't have them。”他说。你的里面这个飞机好特别哦，好漂亮哦，可不可以拍内部照片给我看？这照，你看他在干嘛？哦，他这是飞在空中他直接把他驾驶舱所有精密的仪器、画面如何操作，还有旁边的 F-22，连跳伞都有呢，全部都拍给你看。All you can see, all you can eat， 你想要看什么，我通通都给你看。刚刚我你看，拜托一下。你这涉及到相关国防机密的，对啊，你是开 C 妖怪，那你能把 F-22的这个僚机全部通通拍进去？他们就讲说，他们的长官就是说，这叫脑子是有什么问题啊？他说去了解一下好不好？因为马上呢，他是不断的中国网友不断发问而且你仔细看，为什么我说中国网友？各位，我没有抹黑他，这个发射地点是什么？甘肃，不是你一个美国哈平科。甘肃人问你说，你可不可以给我看看你的好漂亮的飞机？他说好啊，来啊。对，然后你就说我点阅，哇，流量，然后就马上什么都拍给人家看。所以你想想看他本来是在 TikTok 嘛，对不对？TikTok 不行，我觉得全部都用小红书。而且你看空军跳伞练习任务，跳伞他是明明知道自己是给中国网友看这个女大兵，这个女驾驶员，她就故意要拍给中国网友看。我的日常生活全部每一个都有简体字飞机正在降落，他一步一步，所有你想看的我通通给你。但我问你，这是不是国安危机？不是啊，你不要骗我好不好？哪一个正常中国老百姓会说，你这个驾驶舱啊，拍一拍给我看好啊？而且你看他还问多离谱，你看这是跳伞的画面嘛，来一个一个问还问他说，哪一个战争用起来更好啊？是 C 妖怪比较好用呢，还是这个 C5比较好用啊？然后他还回答他，我没有驾驶过 C5，不过呢，我的体感来说，我最喜欢 C 妖怪。还问说，你身上背的枪是哪一支枪啊？他还直接把枪拍给他看，这什么天兵啊？对，我跟你讲，你少来，这绝对都是共匪。这绝对都是间谍，各种没有人。他刚才里面还特别说到，可不可以让我看一下里面画面马上献给你这一张照片。不是，他说看驾驶舱没关系嘛，那我后面也想看啊，我想看看你们大兵是怎么做的啊。你最好是我跟你讲，干脆把说明书直接都全部都拍进去好了。他或许真的会给对，不是，然后你看更离谱了，不只有这个女大兵而已另外一个网友问他说，我是一个航空迷，我最喜欢美国的航母了，听起来就很奇怪，哪有人有这种问法？然后呢，这是河南来的他说，而且呢，航母的动力系统，我特别喜欢，拍你们的动力系统给我看好不好？就你看这个人叫 Wizard Event， 他说什么 ？OK，Why not？ 他就直接拍他们航母的动力系统给他看。如果这些都是共匪嘞，如果人家就是要收集这些军事情报，因为你美国根本没有从来没有拍给大家看过啊。所以你看在爱德华州有一个军事基地一样，
他说：“哎呀，这边有一个自走炮，对不对？那这个自走炮啊，我就直接我讲拍给你看好了。我也想要看看说你们里面呢有放什么样的武器啊，什么样的自走炮。所以你知道干嘛吗？他就这样通通就这样拍给他看，然后你看明目张胆的里面放什么有什么，通通都泄露出去了。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要去禁我们讲的东西嘛？因为理由很简单，美国自己人都靠不住啊，因为流量当前啊，很想要啊。但是我讲更可怕的是什么？更可怕的不是这种刻意自己拍出来给别人看。”更可怕的是说，美国现在有许多的基地呢，会不会早就被中国渗透了？那为什么吗？因为理由很简单，比如说我们讲 GoPro 呢，它很多的生产基地，你知道来源哪里吗？都是在中国，不然就是俄罗斯，甚至有一个更可怕，叫 Insta360。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中国公司的，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说，美国大量的军事科技呢，都使用这个 Insta360，甚至是 GoPro， 而且 GoPro 呢，跟这个 Insta360背后是谁？就字节跳动，不就我们讲 TikTok 吗？很有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直接被回传到母公司去。那你这个完全没办法啊！而且不只是这样子哦，我们刚才是不是讲到，它这家公司叫做科大讯飞，也就是它是中国公司，而且它其实它的本来的母公司哦，很多都早就已经被被美国制裁。那在制裁的状况之下，我明明知道你是有问题的公司，但是呢，我还是大量使用你。而且各位，为什么我刚才要举这个例子给你听呢？你有没有看到下面有一个415块美金？这是在哪里卖的？这是在美国陆军基地卖的。陆军基地直接摆着卖？对啊，那你想想看，我今天是里面的成员，那我也不知道啊，反正陆军基地就卖啊，而且要便宜。不是重点没有审查。你如果像我们当过兵的都知道，像我们国军呢，使用手机它干嘛？它要装一个那种监控的，怕你会泄密，所以你这个都不用。不只是监控哦，你影像、声音、画面，你只要有一个人呢，有心人士，如果呢我们讲里面的人，他就带这个东西买了，然后到处拍、到处弄，然后全部都传回去，你也拿他没办法。而且你想想看哦，他现在在整个官网上，他都写得很清楚，我们可以干嘛呢？我们可以做所谓的声纹辨识，也就是说，它这个系统哦，它可以自动分辨20几个国家的语言。那如果说你不只是拍了画面，你还在当中讲到一些军事用语，甚至军事机密，甚至相关的内容，那不都全部都被回传到中国去吗？所以现在美国当然很紧张嘛，他们下了一个严格的禁令，这个禁令就是说啊，未来我们所有联网的车辆都不可以使用中俄的零组件。哦，听起来很讽刺嘛！你军方的东西用中俄的，结果你跟我讲说我联网的车辆我都不用，因为商务部长他讲得很清楚啊，他说我们这个是要保障我们美国人自己个人的隐私嘛，因为我哪知道所有东西你都有可能回传到你的伺服器，回传很多中心去，所以你包括中国的极翼汽车都直接讲白了，他就说，底下我有一个子公司哦，叫做瑞典车的这种我们讲的汽极星，他就说，如果说未来呢，美国这个禁令只要一下，很有可能呢，整个销往美国的车辆呢都会产生严重的受阻，这是什么意思？代表说，美国现在非常多大厂牌的汽车，包括你讲福特，甚至你讲到很多 Toyota 等等的，其实都有中国的零组件在里面。但是美国现在已经杀红了眼，完全去中化了。只要你有可能有渗透我的任何一刻，不管你是字节跳动，不管你是 TikTok， 不管你是我的美军或者是我的民间的汽车，我绝对在未来川普上任之后，通通一概都要通通杀。来，玉峰，我们刚刚提到了，美国有一个天兵大兵在那边搞事。好，对于大陆来说，他们今天现在川普上任之后，他们派了谁？派了韩正过去。韩正他们就被洗脸啊，什么事都不能做任何决定。TikTok 要不要买？我要回去问问。这个是什么事情？我要回去问问。那为什么他一定得要去？再不去，中国经济就要垮了吗？对，现在来讲的话，其实韩正去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宣示，我今天礼数到了，这已经是我们最大的诚意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里有很多的事情在处理啊。来看一下中国大陆现在来说的，还有一个大宣传的广告：2024年全国国内的生产总值1349万亿。其实他的说法，万亿是他们的说法，我们就是134兆。134兆，这样听起来也是很厉害啊。可是呢，这是他宣传的。然后呢，134兆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呢，我们比去年2024年比23年增长了5%，很多呢，还是很强大的，我们很棒的。可是呢，大家就来仔细算一下说，如果你真的你的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有到134兆的话，那看起来应该是经济欣欣向荣，应该是大家人人有工作啊。可是你很多的数字来讲的话，好像都不起来哦。你想想看哦，有一个网友他叫青山不晕，他就说了，你今天公布了这个GDP 的成长到5%，可是呢，你看哦，1到11个月税收的总收入同比下降3.9%。他帮他算算看咯。对，他帮他算算看。我觉得这个网友是很专业的，他应该有在央企或是国企工作哦。你看到全国总收入下降3.9%，全国社会的销售品零售增长呢只有3.5%，然后固定资产的投资也只有增长3.5%。可是呢，
全国规模以上就是比较大型的工业企业利润下降的4.7%，你算来算去，3.9%是下降的，4.7%是下降的，下面还有下降2.1%、2.7%。你这些东西来讲，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如果这些都是下降的，你这个上升5.5%的，你是怎么算出来的？网友就炸锅啦，网友就炸锅说。你不要再骗了，他就说呢，奇怪，你今天公布说上增了5%，可是呢没有实际的感觉，只是一个数字。如果要用数字来讲的话，那是不是我要说增长10%，你也不能反驳啊？好，现在来算一个东西来说的话，房子真好，真的几万块就有一套，你没听错。现在来说的话，黑龙江的双鸭山有一个业主，他说呢，其实之前卖1万块钱，我们这边算平，他那边算平方尺。不是用平数，也不是用平方尺，这个是总价，总价只要1万块人民币，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你折合台币大概5万块，你可以在那边买到一套房，而且是顶楼的哦。你想想看，这种东西来讲的话，过去怎么可能会出现这个价钱？现在来说的话，所有的房子，不管是北京，不管是上海，不管是黑龙江那边的话，都出现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状况，叫鹤岗。以前黑龙江旁边有个省市的成分叫鹤岗，鹤岗是怎么样的状况呢？那个时候发现有矿，你知道吗？大陆都讲什么？真正有钱人就是我家有矿，我家有矿就代表我有实力嘛。鹤岗以前有矿，所以呢大家都跑去鹤岗。可是呢鹤岗的矿场没了之后呢，大面积的崩跌，所以呢你现在来看的话，你知道吗？现在中国大陆有95个城市鹤岗化，代表什么意思？房价一跌再跌，一跌再跌。现在来讲的话，几套房，几块钱，这个画面我真的是越看越惊讶，这么大啊，几万元一套。对，没错。而且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还没有人要来买。我们来看一个这个图表，这个图表是什么？是24年12月70个大中城市的商品住宅，你很难想象。北京、天津、石家庄这些地方会跌价，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天子脚下的房子也跌了。你看哦，都已经97.6了，99.1、98.3了，这些是大城市。你说比较低的一个城市来讲的话，已经跌到93%了，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我晚1个月买房，我就是打93折。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这种状况，中国大陆的一个经济是越来越惨的一个情况。好，你刚刚看到了中美两国的这个博弈，你可以知道美国真的是往中国死里面打，但是有一个是中国连追都没有办法追上的，傅老师就是这些航太技术了。可是美国现在可是杀的跟什么一样，包括了 SpaceX 的马斯克，包括了这个蓝色起源的贝佐斯，光是起飞、降落、回收都是一门学问吗？对，这个大家先来看哈，目前这张照片就是最近。SpaceX 的 Elon Musk 第7次的飞试，它有2节，第1节成功回收了，对，落在陆地上面或者落在船上面。可是第2节就是这个下场啊。但是对 Elon Musk 来讲，他算是成功的，因为他第1节成功的回收啊。那我们反过来看，蓝色起源 Bezos Amazon 的老板啊。你可以看我这边有张照片，这个是 SpaceX 的 Starship 的第1代120公尺，第2代121。这个第1个呢就是 Black One， 它可以带40到50吨的重量。我们讲 payload 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如果带的不够重的话，很多东西上不了天。对，所以这个大概是40到50吨。Black Two 的话，就是现在他们这个就是第1次 Black Two 的测试。可以带最多100吨，第3个不得了，就是150吨。那我们看这个就是土星5号，也就是1969年登陆月球的最多111公尺，最多不到100吨，所以表示说这个 Starship 它的载重量已经突破了1969年美国的水准。但是呢，这个的失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所以说中国大陆要追就追这一块，如果 SpaceX 成功了，那正如主持人你说的，这个要追的机会车尾灯都看不到了，非常危险啊！我们看这一页，我把它做了一个统计，它现在打了7次，第1次2023年就是前年的4月20号，它是 Black One 就是这一型。对，最多40吨啊！就是现在我们看它第1节回收
啊，它第一节回收，这都是不管它是 Black 1、Black 2、Black 3回收了，差不多都是一样，它已经成功的回收了2次，这7次里面已经成功的回收了2次。注意，它能够操控它的推力，让它像筷子一样的夹在它原先的发射架上。对，这个成功了。这个蓝色起源目前这一块有待改进，还在改进。目前就是 SpaceX 这一点是它很特殊的，但是它要能够同样的技术用在第2节也这样回收，它就是100%的成功。因为 SpaceX 里面讲了 Starship 的 goal， 它的 vision 成功的目的是第1节、第2节都要能够成功的回收。2026年，希望能以这个技术登陆火星，这是它的 vision， 它的目的。它现在造了全是第1节回收成功的历史。好，我们来看，第1次它就失败了。所谓穿越大气层，我们把大气层当成100公里，100公里以上我们叫做很稀薄的大气，100公里以下叫大气层。穿越第1次失败啊，飞了3分59秒。第2次148公里，哎，已经穿过大气层了，但是呢，发动机 choke 了，阻塞掉了。第3次也是2024，飞了460公尺，对不起 ，boost 一开始砰就出问题，算失败，失败。第4次，2024年就是去年，成功了啊，穿越大气层100公里，而且这个 Raptor 猛禽发动机升空不久故障，不过这没关系，这是第2节，它第1节已经成功了。第5次呢？也是 Black 1穿越成功，而且成功回收，这是第1次。注意哈，第5个就是刚影片看到的。对，第1次把它的7次里面第1次用新的引擎回收成功，而且第1、第2节脱离。但是呢，第2节就是我刚刚说的最关键那节呢，回来的时候出问题了。然后第6次 Black 1最后一次，也就是这个里面的 Black 1最后一次。对，穿越大气。成功了，第2节落到太平洋啊。最近这一次就是16号，就是最近这一次。第1次启用 Black 2，也就是说它可以在不到100吨，原来是50吨 Black 1，它可以到100吨啊，穿越大气层啊。我这里面写个失败，就整体来讲，第1、第2节要同时回收，它才成功。如果是只算第1次。第1节啪就落下来，就算落下来了，这个算成功的，所以引擎过早关闭，它遥测整个没有不见了，就看刚刚回到我们刚刚那张，哎，天女散花落到这一块，所以这个就是它的技术瓶颈。那 SpaceX 这一块的瓶颈主要在什么地方呢？好，这是它早期的，Elon Musk 希望能够载人到太空。将来到火星，那这一张影片就是它那个 Dragon， 它的太空船已经能够用 Black 1送人跟太空站结合。对，哎，那我们再看下一张啊，这个就是它的引擎啊，注意这个引擎非常特殊。这个主持人你刚刚讲了，刚刚讲得很清楚，美国现在什么东西都要能够自制 ，Made in USA。对。火箭也是一样，它原来是用梅林火箭，梅林火箭是有俄罗斯的技术，它现在完全要放弃俄罗斯的技术，完全采用美国自制的技术。这个猛禽 Raptor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也就是第1次，它是33个引擎，它总共内圈外圈有33个引擎，内圈有13个引擎，外圈有20个引擎，加起来33个引擎。同时喷啊，就是我们看第1节成功啊，第1节成功，所以这个引擎是个关键。目前这个实验成功了，但是第2节还没有成功。第2节是哪一个？就是这块。注意导播，你可以近照一下这个照片哈，你可以看到第2节不一样的地方，它有控制翼，看到没有？有襟翼，这边有襟翼啊，这边有翅膀，这都是可以控制的。注意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那一般现在报浪杂志上讲的很少哈，这一块他们现在正在实验，哎，对，就这边，这一块他们现在正在实验。你当太空船要重返的时候，经过太空走廊的时候，这个里面要调到适当的地方，所以这个是有作用的。但是
你重返大气的时候，你大气的密度越来越高，对不对？高空、低空中，啪啪啪啪啪下来，这个是外面是不是会受热啊？对，受热会不会有热的应力在上面啊？这个叫做 thermal elasticity， 就是热应力。在这种热应力具备的情况之下，我还要能够控制它落在我一定的轨道里面，这个就是一个大学问了。如果这个能够控制成功，那马斯克就成功了吗？马斯克就算是那张100万的那个支票就可以发出去，川普2个人就可以非常高兴了。